兩把彎刀肩對肩相抵，彎刀頂端還頂着木棍和瓷盤，你敢信這是人操控的嗎？近日中國傳統雜技《刀尖對麥芒》在外網上火了，老外們集體破防，紛紛留言這不可能，牛頓的棺材板要壓不住了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家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，點讚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近日，一段中國傳統雜技《刀尖對麥芒》的表演視頻在國外社交媒體上火出了圈。視頻裡的表演，光是看畫面就讓人捏一把汗。表演者口中緊緊咬着一把半彎的彎刀，刻意讓锋利的刀尖朝上，穩穩立住後，又將另一把同款彎刀精準放在這把刀的刀尖上。兩把刀肩對肩緊緊相抵，僅憑這一點接觸保持着完美的平衡。這還不算完，在上方那把彎刀的刀尖上，表演者又架起一根細長的木棍，木棍的另一頭還穩穩頂着一個瓷盤。整套道具層層疊疊，全靠刀尖那一點支撐，沒有絲毫多餘的固定。表演過程中，表演者的身體還會輕輕轉動，甚至做出小幅的肢體動作。可不管動作如何變化，口中的刀相抵的双刀，架着的細木棍，還有頂端的瓷盤，始終穩如泰山。鋒利的刀尖沒有絲毫偏移，瓷盤更是穩穩當當，仿佛長在了細木棍上一般。整套動作行雲流水，看似輕鬆，卻處處透着驚險與精妙。看過的人都忍不住感嘆，這簡直是把平衡感練到了極致。而這樣的表演在外國網友看來完全超出了認知範圍，評論區裡瞬間炸開了鍋，不少老外直呼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有網友直言，這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兒，一定有什麼我們沒看到的機關。還有人被這極致的平衡震撼到，調侃着說，看來牛頓定律到了中國要暫時失效了。更有網友用誇張的語氣留言道，這是我見過最瘋狂的平衡術，表演者的膽子和功夫一樣厲害。當然，評論區裡更多的還是毫不吝嗇的誇讚，太牛了，這是什麼神仙功夫，簡直是天才般的表演，太令人佩服了。這類留言隨手一翻就能看到。還有些對雜技略有了解的外國網友，看得更懂其中的門道，直言能做到這份上，絕對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，這已經是人與道具融為一體的境界了。這話一出，也引來不少網友附和，畢竟能在刀尖上玩出這樣的平衡，背後的付出可想而知。不過，和所有出圈的中國傳統技藝一樣，刀尖對麥芒的表演也引來了一些老外的質疑。有人覺得道具肯定做了手腳，比如刀是塑料的，刀尖是鈍的。還有人猜測木棍和瓷盤之間有隱形的線固定，甚至有人覺得表演者口中有特殊的裝置才能把刀咬得那麼穩。各種千奇百怪的猜測讓這門技藝多了幾分神秘色彩。針對網上的各種猜測，有記者聯繫到了這位雜技藝人宗先生。面對大家的質疑，宗先生笑着給出了回應。這個節目《刀尖對麥芒》是雜技頂技當中的一種節目，主要是掌握平衡。由於我出生在雜技世家，從小就開始練習這些技藝，到我這裡已經是第3代了。家裡也希望我們把中國的傳統雜技更好地傳承下去。這裡小編也為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刀尖對麥芒這門傳統雜技，它屬於中國傳統平衡術雜技的經典門類，主要流傳於河南、河北、山東等北方省份，是老一輩雜技藝人在長期的表演實踐中摸索創造出來的技藝，融合了口腔控制、腰腹力量、平衡感知等多種技能，考驗的是表演者的綜合功力。這門技藝的起源最早能追溯到明清時期的民間雜耍，當時民間雜技藝人走街串巷表演，為了吸引觀眾，就不斷琢磨新的絕活。刀尖對麥芒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。最初的表演形式比較簡單，只是两把刀肩對肩保持平衡，后來經過歷代藝人的改良和創新，逐漸加入了細木棍、瓷盤等道具，讓表演的難度和觀賞性都大大提升，成為了民間雜耍中的經典節目。如果說刀尖對麥芒讓老外見識了中國雜技的驚險與精妙，那山西大媽牛蓉則讓中國雜技在美國徹底火出了圈。這個身高1.53米的中國阿姨，在 NBA 賽場活躍超30年，成了比一線球星還搶手的中場秀嘉賓，球迷戲稱她是 NBA 鐵打的大姨，流水的球員。
牛榮出生於山西太原的一個雜技世家，是家族鼎碗技藝的第4代傳人。7歲那年，當同齡孩子還在院子裡玩鬧過家家時，牛榮已經開始跟着父母學習雜技，每天要練數小時的基本功。碗摔碎的聲音成了他童年記憶裡最常見的背景音，手上、膝蓋上的淤青更是家常便飯。憑借過人的天賦和肯吃苦的勁頭，他初中時考入了當地一所表演類藝校，開始系統學習現代雜技，為後來的表演打下了堅實的基礎。14歲時，牛榮被上海雜技團錄取，跟着團隊在世界各地巡迴演出，足跡遍布歐亞非多個國家，早早練就了一身過硬的本領，也開闊了眼界。上世紀90年代初，牛榮決定獨自前往美國尋求發展。可剛到異國他鄉時，他的日子過得十分艱難，一句英語都不會說，別說尋求演出機會，就連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都舉步維艱。去超市買東西都要靠比劃手勢交流。不得已之下，他硬着頭皮在居住的社區打聽周圍劇院的招聘信息，得知社區每周末會有義演，雖然沒有報酬，但可以讓更多人看到自己的表演。他立刻報名參加了，憑借自己的拿手絕活鼎碗，牛榮在義演的壓軸環節贏得了滿堂彩。社區裡的居民大多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東方雜技，都覺得十分新鮮。演出結束後，紛紛圍上來和牛榮合影留念。很快，社區有個中國雜技演員的消息就在當地傳開了，甚至傳到了業內人士的耳朵裡。一位專為迪士尼招募特技演員的經紀人特意帶着簽約合同上門拜訪。就這樣，牛榮拿到了赴美後的第一份工作合同，在迪士尼樂園表演了18個月的中國雜技。在迪士尼工作的這段時間，牛榮成了表演團隊裡的中心人物。他的中國傳統雜技在觀眾眼裡極具藝術表現力，招式間還透着成龍電影裡的那種驚險刺激，每次表演都能收穫滿滿的掌聲。這份工作不僅讓牛榮重拾了闖美的信心，解決了生計問題，更讓他結識了不少美國專業劇團的從業者，有了和同行交流學習的機會。其中一位圈內朋友的建議改變了牛榮的職業軌跡。朋友告訴他，迪士尼的工作雖然收入不錯，也比較穩定，但雜技演員吃的是青春飯，應該趁年輕多出去歷練。雖然外面的競爭很大，但只有走出舒適區，才能讓他的雜技藝術走得更遠，讓這項中國傳統演出形式被更多美國人知道。在朋友的幫助下，牛榮把自己的表演錄像制作成小樣，寄給了美國各大馬戲團，可寄出的錄像帶大多石沉大海，沒有收到任何回信。直到1993年的感恩節前，牛榮終於接到了一通來自洛杉磯的電話。電話那邊的演出經紀人說，周末有一場快船隊的籃球賽，原定的中場演員因為誤機無法參加，問他是否願意作為替補登場，不過只給他5分鐘的表演時間。牛榮立刻抓住了這個機會，他知道這可是自己進入 NBA 的唯一入場券，必須奮力一搏。在 NBA 的首次演出中，牛榮踩着獨輪車登場，鼎碗絕活行雲流水，每一個動作都精準到位，沒有絲毫失誤。現場的觀眾和球員都看呆了，大家從未見過這樣帶着神秘東方色彩的雜技表演。看台上不時傳來一陣又一陣的歡呼和掌聲。5分鐘的表演結束後，全場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。牛榮成了整場比賽中最受歡迎的彩蛋嘉賓。他在 NBA 的傳奇故事也就此拉開了序幕。第2年的 NBA 聯賽還未正式打響，牛榮就接到了多個球隊的邀請，經紀公司的簽約邀請函更是像雪片一樣飛來。為了讓美國觀眾更容易記住自己，也為了更好地傳播中國文化，牛榮給自己起了一個藝名紅熊貓。表演時還特意選擇大花轎這種充滿民族特色的歌曲作為背景音樂。他希望用這種方式讓美國乃至全球的 NBA 球迷都能記住中國的雜技，記住這個來自中國的表演者。之後的幾年時間裡，紅熊貓這個名字成了 NBA 聯賽表演名單上的常客。每有他出場表演鼎碗，觀眾們的歡呼聲都一浪高過一浪，賽場的氣氛也會被調動到最高點。他的演出費也一路水漲船高，巔峰時5分鐘就能拿到5000美元，換算成人民幣大約3.5萬元。如今50多歲的牛榮依舊活躍在 NBA 賽場，
2024年，美國體育頻道 ESPN 的節目主持人還和球迷一同提議要將牛榮送入籃球名人堂名單。NBA 雷霆隊的記者更是稱讚他是比詹姆斯更傳奇的 NBA 歷史名人。這份認可不僅是對牛榮個人技藝的肯定，更是對中國傳統雜技的喜愛。好啦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啦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